华为年度旗舰机种 Pura 系列再度登场了，这次推出的是 Pura 80系列，包含80、80 Pro、80 Pro Plus， 还有80 Ultra 4款。不过第一眼看到这款手机时，我还以为是看到前一代的 Pura 70系列，整个设计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只有尺寸有一点小小的差异。认真说，这个外形我真的不太行哦。但是当我看到这次的相机模组设计的时候，这个外形突然又变得有点可爱了起来哦。尤其是 Ultra 版本，真的是有点厉害。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不止在台湾很难买到，连中国都很有可能一机难求的华为 Pura 80 Ultra。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一集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华为所推出的 Pura 80 Ultra。好啦，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就说，KissPlay 怎么又介绍中国手机了？但说真的，以整体手机推出的频率跟数量来看，中国确实是目前全世界最积极发表新机的市场，也是最敢在手机上堆叠新规格、挑战新设计的品牌哦。只要有话题，其实我就会聊了，不管是 iPhone、三星或是华硕，我都有介绍过。会讲这些话的朋友，应该是没有看过之前的几集影片啦哦。那好，话题拉回来，今天的主角是 Pura 80 Ultra。其实这款手机因为使用的是华为之家的鸿蒙系统，叫做 Harmony OS， 所以我是不太推荐台湾的朋友购买啦。毕竟操作的逻辑跟我们熟悉的 Android 还有 iOS 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而且很多台湾常用的 App 不一定有完整的资源。不过，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玩玩看啊，那或者想要测试一下它的相机拍起来怎么样，那当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虽然这一集我主要的是想要聊镜头，不过我们还是从外观看起。Pura 80 Ultra 延续前一代 Pura 70的设计语汇，依然是非常有特色的大三角镜头模组，而且连外观尺寸都只有小小的差异哦。那这个外形真的很见仁见智啊，虽然我并不是很能接受，但绝对非常有辨识度哦。比起几乎都是 Oreo 设计的中国品牌来说，真的是比较有特色啦哦。屏幕部分之前外传说会采用双层 OLED 技术，不过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所以我就当成不是哦。但规格给的还不错啦。6.8寸 Full HD Plus OLED 显示器支援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率，峰值亮度达到3000 nits 哦，这规格算是还蛮好的。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相机模组。为什么我会说看到这个相机之后，外形瞬间就不重要了呢？因为它实在太有趣了。其实，在上一代 Pura 70 Ultra 的镜头设计就已经非常有趣。它使用机械式伸缩主镜头，不但降低镜头凸起的高度，还保留完整的光学路径。这是在 Pura 80 Ultra 的镜头设计跟70 Ultra 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采用机械式的结构在镜头内移动，也是同样改变光学路径，但它是使用在潜望镜头上。这个名为双镜头切换式潜望长焦的结构非常有趣哦。这两颗镜头分别是3.7倍光学，还有9.4倍的光学，都是使用同一颗1.28分之1寸5000万像素 RYYB 感光元件啊。这个是怎么办到的呢？原理呢，就是利用第一道反射临近的位移来搭配不同的透镜跟光学路径哦，让光线准确投射在感光元件上。那因为这一颗是目前手机界中最大的长焦镜头感光元件，所以有非常好的感光能力。不过这仅仅是3.7倍焦距才会用上全面积的感光元件。在9.7倍焦距时因为距离还是太短了，所以只用得上1/4面积的感光元件，也就是1250万像素，所以感光度还是有差别的啦。但这个设计实在太精巧了。所以我觉得假以时日，应该有机会可以用上全面积的感光元件所以这样子它的长焦就会变得无敌强了主镜头的部分是1寸5000万像素RYYB 感光元件，画质当然就没话说那超广角是4000万像素，另外还有一颗专门侦测环境色温的辅助镜头。那这个镜头呢，跟 OPPO 它所提供的色温感测镜头是一样的。不过官方它没有释出超广角镜头感光元件的资料，也没有特别去强调。所以看起来超广角镜头应该就是最弱的一环哦。不过整个模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豪华啦。那余承东也说这个镜头模组最大的缺点就是非常的昂贵。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缺点，
它靠着马达驱动的机械结构，因为太精巧、太精密了，所以会不会因为碰撞造成精度出现问题，让拍照的品质大幅下滑，让这个光路会有所改变？那这点也需要观察。那接下来分享一些官方释出的实拍照给大家。处理器部分发表会上同样没有公布细节，但推测 Pura 80 Ultra 使用的是麒麟9020晶片，记忆体最大支援到 16GB， 储存空间最大达到 1TB 哦。我可以理解华为为什么不公布处理器细节，毕竟他们现在只有中国的资源，制程技术也没有像台湾或是韩国那么强，所以在处理效能上自然就不如高通或是联发科技啊。那续航跟充电的部分 ，Pura 80 Ultra 配备57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援100瓦有线快充跟80瓦的无线快充，还能反向无线充电哦。那这边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哦。那价格部分，真的是有点恐怖啊。Ultra 版本的售价来到人民币9999元哦，换成台币是44000元左右啊。那这个价格让蛮多人倒抽一口气啊。那也有使用者在微博上留言说功能是真的强，但价格我真的下不了手哦。不过我相信中国消费者还是有满满的民族情结，加上饥饿行销的操作，我觉得这款还是会卖爆啊。那最后可能还要加价购买才能买得到哦。那值得一提的是我知道华为原本投入的研发成本就非常的高，但这几年更惊人哦。根据余承东的说法，近10年已经投入超过1.2兆人民币进行研发，在2024年的研发费用更是占年营收的20%。这也让华为在缺乏晶片资源的情况底下，还能推出自家旗舰机哦。所以，中美贸易禁令到底是帮了华为，还是害了华为呢？可能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会有答案。总结来看，我原本就知道华为在拍照上非常努力，但这次 Pura 80 Ultra 真的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研发工程师有创意，这个是一回事，但公司可以真的支援这个创意，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啦啊！真的是这样说啦。好啦，我不要继续再称赞下去了，不然等等也有人说我只推中国手机哦。总之，这款有趣的手机跟有创意的镜头模组设计分享给大家啦。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